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杰，欢迎回到我的 EasyKeys 2系列视频课程。这一节我们来看看有关 EasyKeys 2中 MIDI 控制器参数的绑定与编辑功能。EasyKeys 2中可以绑定 MIDI 控制器的参数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播放控制栏中的基本功能，包括循环播放、停止、播放、录音以及音量控制。另一部分是当前音色预设的效果器参数调节旋钮。对这些参数绑定 MIDI 控制器，可以便于在现场演奏时对音色的效果进行实时控制，也可以通过对已绑定的 MIDI 控制器进行编辑的方式，来达到在歌曲播放过程中让效果参数自动产生变化的目的。我们先来加载一个效果较为明显的音色预设，例如效果类中的颤音氛围这个预设。在这个预设中有一个颤音效果器，可以通过调整强度参数来改变颤音效果的强度。我们来听一下。现在的效果还不错，但我觉得在声音的尾部颤音幅度可以再大一些。再来听一下。现在尾部合适了，但是一开始的颤音又太强，影响了和弦的清晰度。这时我们就可以利用 MIDI 控制器来对这个参数进行自动控制，让每个和弦开始时的颤音强度小一些，尾音部分的强度大一些。要进行 MIDI 控制器的绑定，操作也很简单。在想要进行绑定的参数上，单击鼠标右键，会看到一个功能菜单。菜单中提供了 MIDI 学习命令，选择这个命令后，EasyKeys 2将进入等待 MIDI 指令的状态。调整外部 MIDI 控制器上的某个旋钮或推子，就可以将指定的 MIDI 控制器与这个参数进行绑定。下面还有一个反向的 MIDI 学习命令，这可以让您在增加 MIDI 控制器参数值时，降低这个参数的数值，形成反转的控制效果。下面还有移除命令，如果这个参数已经绑定了某个 MIDI 控制器，则可以在这个移除命令的子菜单中解除绑定。接下来是 MIDI 学习的预设，这里提供了重置命令、用户预设。如果已经保存过用户预设，就可以在这个子菜单中进行选择。下面还有对当前设置的另存为、保存、删除，以及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预设文件和重新扫描用户预设命令。除了利用 MIDI 学习功能来快速绑定外部 MIDI 控制器上的某个旋钮或推子以外，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菜单最底部的指定控制器子菜单中直接选择要绑定的 MIDI 控制器号。这对于没有外部硬件 MIDI 控制器的用户来说是非常方便的功能。在这个菜单中会列出已经分配的控制器号以及尚未被占用的控制器号。例如我们选择使用2号控制器，现在再次右键单击这个旋钮，在菜单中就会看到移除命令中包含了这个控制器号，选择后可以将这个绑定移除掉。在底部的指定控制器菜单中也会看到已分配控制器中显示了2号控制器，是用来控制强度的。现在就可以利用外部 MIDI 控制器上的2号控制器来手动对这个参数进行调节了。如果想要在歌曲播放过程中让这个参数进行自动变化，则需要在网格编辑器中对这个控制器的数值进行编辑。首先，在网格编辑器的控制器栏中，单击左侧的控制器选择按钮，在菜单中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分配的控制器，选择这个控制器就可以对其进行编辑了。
我们可以使用铅笔工具，在控制器栏中添加参数变化的节点，并上下调节节点，来起到控制参数变化的目的。例如，我们在和弦开始的位置将参数值调低一些，在和弦开始以后将参数值调高一些。现在再来听听效果。回到 Keys 界面，也可以看到颤音的强度参数在自动变化。这样就达到了让和弦音头更为清晰，而音尾的颤音效果又能较为明显的目的。对不同的参数进行 MIDI 控制器的自动控制，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例如，对 EQ 参数或滤波参数进行自动化，可以在歌曲的回放过程中让音色的频率特征产生变化。再例如，在带有衬底的音色预设中，可以对衬底音色层的音量做自动化控制，来创建出更为丰富的音色变化。或者在歌曲不同的段落设定不同的衬底音量，让这个声部整体上更有层次变化。总之，打开您的想象力，让您的钢琴声部变得更有生命力吧。好，这节课程就先到这里。下一节我们来了解歌曲创作音阶功能的用法。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更新了。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